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，看一看嘞。哎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初年见过许公子。走吧。今后就要跟着你姐姐嫁入许家，无需这般生疏。走吧。好嘞。打葫芦！哪来的臭要饭啊！臭死他！臭乞丐！当朝丞相嫁公子的路，也是你配来的？臭乞丐！少在这里装可怜！今日可是许公子来我宋家商议婚事的大日子。要是识相的，赶紧给我滚！韩信帮我向田家传个消息，我必重重有赏。田家？什么田家呀？放开！脏东西，也配让我的女人帮你找人？啊！给我滚！住手！命中注定不能靠近，爱你的事当作秘密，怕惊扰你，从此远离我憧憬。来人，快扶这位公子进府休息。我是老板姑娘，还请姑娘。你身子虚弱，需要休养，你且安心。我宋家药铺在京城几十年，绝不会见死不救。你先随府中下人进去休息，有什么事事后再说也不迟。来。哎，姐姐，你就要嫁与许公子做正妻，怎可在许公子面前和其他男子这般亲近呢？医道漫漫，以人心施厚，以医术济苍生。你我二人从小学医，难道这点道理还需要我教？许公子贵为丞相之子，又岂会同一个病患斤斤计较？这是自然的。我是为了姐姐好，不想姐姐和许公子心生嫌隙。你若当真为了我好，当初就不会央求父亲跟我同嫁进丞相府为妾。我只是想和姐姐一同侍奉许公子，可姐姐她……别委屈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。等宋清许嫁入我许家之后，我必好好搓磨调教她。我绝不会让宋清许加入许家，许家的正妻之位只能是我的。姐姐，许公子说怕你太过劳累，特意叮嘱我给你送茶解渴。姐姐，这可是最烈的春药，你可要好好享受啊！只是忽然觉得喉咙瘙痒，劳烦姑娘费心了。公子现在体虚失衡，肺气逆伤，轻微咳喘乃是正常。姑娘。阴虚火旺，
是春药，难道是那杯茶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你中药了。越过了苍茫，只是了一场崎岖风公子，我是姑娘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理当以身相许。化作望断天涯，那一方尽是镌刻心头，是你的名字。河船在似见不断，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父亲，快！你真的看见你姐姐跟一个乞丐做了那样的事情？事关姐姐清白，女儿不敢说谎。许公子，请放心，此事我必严惩不贷，给丞相府一个交代。宋清许，你这个贱人！清许，你可是宋家大小姐，怎么跟一个乞丐？孽障，把我的脸都快丢光了！姐姐，你怎么能背着许公子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明明是你陷害我的。姐姐，你怎么诬陷我？许公子，我知道你很重视跟宋家的这门亲事，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分明是他给我的茶。住嘴！我那么重视，甚至不嫌弃你只是个商贾之女的身份娶你为正妻，而你呢？你是怎么报答我的？做出如此下贱之事，有什么可解释的？连天王解释都不愿意，何来的重视？你们许家又是娶妻又是纳妾，只不过是看上了宋家药铺在京城救死扶伤的名声罢了。你没事吧？老爷，你看他们两个当着咱们的面还敢这般放肆，简直是太不像话了。今日之事，我宋家定会给许公子一个交代。来人，将这个奸夫给我拖出去，即刻杖毙！我看谁敢！你一个奸夫，在这里吓唬谁？在上京通奸本就是死罪，你们俩通奸又是事实，除非我姐姐愿意嫁给你，不然你这个臭乞丐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现在衣衫褴褛，一贫如洗，她又怎可能愿意嫁给我？况且，她刚刚不过是药性所趋罢了。我愿意嫁。遥远的沙滚过思念，我翻涌的念。父亲在上，我愿嫁与此人为妻，风雨同舟，荣荣与共。你当真想好了？你不是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吗？怎么现在后悔了？姐姐，就算许公子不要你了，你也不用真的嫁给一个臭乞丐，自甘堕落吧。难不成日后真的去街上要饭不成？女子不一定要嫁得好才能过得好，我们年富力强，有手有脚，只要我们努力，就算日后不能大富大贵，也总能安稳度日。早就听闻宋家大小姐医者仁心，亲热无知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宋清许，嫁给这么个臭乞丐，别后悔。论家世，我要嫁的人的确不如你，但你的骄傲自大与是非不分，他同样也没有，所以嫁给你，才会真正的后悔。宋清许，少在我面前玩欲擒故纵的把戏。其实我知道，你其实还是很想嫁进我们丞相府。不如这样，只要你在我面前跪下，
磕头认错，本公子就大人有大量，不计前嫌，照样把你娶进门，做个通房如何？许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必。你，宋清许，你别不识好歹！还请岳父准许3日后出宁与宋清许一同出家，届时我必定会八抬大轿去出宁过门，让他当我丞相府的正妻。宋清许，我倒要看看一个臭要饭的拿什么娶你过门。我叫宋清许，还不知道公子怎么称呼。啊，你叫我云恒便是。那3日后，当初母后便听闻宋家大小姐名声极佳，想让父皇将其指婚给我。可惜这些年我一直顾着在外征战，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3日后，等我来娶你。儿臣见过父皇，见过母后。朕听闻你在战场上失踪时，险些以为你让父皇担忧了。回来就好。你是说，你能平安回来，全是宋家大小姐的功劳？没错，而且儿臣想3日后娶她入宫。本宫早就说过，那宋家大小姐虽是商贾出身，但却秀外慧中，济弱扶倾，这样的女子担得起太子妃之名。这样好的女子确实不该被辜负。待3日后，朕会亲自下旨，给她太子妃之名。届时，朕会跟你母后一起去宋家，让她风风光光地嫁入东宫，成为我皇家的儿媳。儿臣谢过父皇，谢过母后。姐姐，你真可怜，大婚的日子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，差点忘了，你嫁的是乞丐，首饰多了反而累赘，耽误姐姐和姐夫跪地乞讨可就不好了。云恒是穷，但觉得并非是良配。反倒是那个许君木，曾经他能娶你为妾，日后也同样能纳别人为妾。妹妹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吧。宁儿，快来看看，你父亲给你准备的嫁妆。父亲，清许，按理说你的嫁妆应该你母亲操办，可你母亲这些年一直神志不清，你父亲啊又忙着宁儿的嫁妆，就把你的给疏忽了。嫁给一个臭要饭的，不配要我宋家的嫁妆。父亲，无论我嫁给了谁，我都是您的女儿。我没有你这样丢人现眼的女儿。姐姐，你想要嫁妆也不是不行，未来相公能拿得出聘礼，父亲给你的嫁妆自然不会少。那个臭乞丐连饭都吃不饱，拿什么送聘礼？聘礼到！岳父，原来这些聘礼是许公子送来的。当然是许公子，难不成还能是那个臭乞丐？不知岳父对我送的聘礼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贤婿可是当朝丞相的独子，我家小女
能够嫁给你，是我们宋家几世修来的福气呀。宋清许，你那个乞丐夫君，他不是要来接你吗？正好让本公子开开眼，看一个乞丐能拿出怎样的聘礼。贤婿，你就别抬举那个臭乞丐了，他连饭都要靠别人施舍，哪里来钱送聘礼？我嫁的是他这个人，其他的身外之物我不在意。哪里有女子出嫁既无嫁妆又无聘礼的？又不是去扶贫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趁现在外面没有人，你赶紧自己出门。日后没有其他事情，你也无需再回来了。不让我回家和逐出家门有什么区别？父亲，这也是你们的意思？就因为我嫁了个普通人，所以连家都不能回了吗？是你自己要嫁给那个乞丐，现在还抱怨，要怪，就只能怪你自甘堕落，浪荡无耻。姐姐，是你自己不守本分，竟和一个乞丐出尝禁果。不过说到底，你是我姐姐，我自然是不忍心你和乞丐一起去要饭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进来吧。此人虽然只是我府上的一介粪夫，但1个月却可赚1吊钱。你嫁给他，总好过嫁给那个臭乞丐。没想到我张大爷有今天能娶到宋家大小姐当媳妇儿。哎呦，你看这嫩的，哎呀，真让人心痒痒啊！哎呦，这小脸蛋儿，哎呦！我已有夫君，你再敢胡作非为，我定会报官。宋清许，别不识好歹！要不是你儿觉得你可怜，帮你和我家贤婿求情，你连嫁给这个粪夫挑粪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也是想让姐姐过得好些。看看宁儿，多善良懂事啊！再看看你，爹爹莫要生气，姐姐只是一时糊涂。你这个孽障，还不赶紧过来谢谢你妹妹！我再说一次，我已有夫君，绝不改嫁。你嫁不嫁由不得，去，把她带走。从今以后，她就是你的夫人了。好，过来了！你就看着别人这样糟蹋我吗，父亲？闭嘴！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。殿下，恭喜殿下！陛下已经拟好了圣旨，不仅赐婚宋大小姐为太子妃，同时还册封她为安乐郡主，抬了她身份。劳烦父皇费心了。哦，聘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太子殿下放心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定能轰动上京。这样，你先把聘礼送往宋家，待我叩谢过父皇下旨后，便马上出宫。是。哎呀妈！你放开我女儿！放开！少爷，这废物，没用的东西，连一个女人都牵制不住，给我滚！哎呀，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有娘在，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。啊，等你爹回来了，就会好了，就会有人给咱撑腰的。你怎么让这个疯女人跑出来了？今日府中都要忙碌大婚，可能是一时疏忽，还不赶紧让人把她给带回去！一会儿可别当着宾客的面丢人现眼。父亲现在觉得我母亲丢人了。当初要不是我母亲赚钱供您读书学医，您怎么会有今天？父亲莫不是忘了那天大雨倾盆，母亲是为了救险些摔下山下的您，才磕到了脑袋，摔成这副痴傻模样。可您当年就以平妻的身份娶了别的女人进门。老爷，老爷回来了。母亲，老爷，这是您最喜欢吃的龙眼，
我特意给您留的。岳父，本公子好心说媒，可有人却当着我的面打我的人。宋家这是在打丞相府的脸吗？贤婿莫要动怒，此人是疯子，是傻子。老爷，就算他疯了，该罚的还是要罚。天子犯法还有与庶民同罪呢，更何况一个疯子。父亲，说这次不罚他，他如何能长记性？要不是你们强取豪夺，我母亲怎会伤人？老爷，为了一个疯子惹怒了丞相府，可不值得。老爷，我都剥干净了，可以吃的，您吃。母亲，来人，封府当挂刑。真的，放开我母亲！皇父犯错就得受罚，我养好他，好好让他看着。父亲，我母亲为你生育供你读书，她究竟何罪酒啊？他生了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儿，就是他的错。不错，他生你却不教养，让你犯下如此下作的事，就算是打死他，也是死有余辜啊！老爷，他们是坏人，老爷救我！母亲，你不要救他，就是他要害你啊！胡说！你父亲怎么可能伤害我？他答应过我和我共白头，相守一生。一辈子为我遮风挡雨。父亲，你对我母亲当年的誓言还历历在目，哪怕这副痴呆模样，也依旧继续铭记在心。一个这样把你刻在骨子里的人，你怎么忍心这样对他？放肆！我可是你父亲，还轮不到你来对我说教。要不是你执意非要嫁给那个乞丐，怎么会出这么多烂伤？云恒是穷，但他没偷没抢，藏的只是衣衫，并非手脚。一个人的出身从来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，难道就因为他的出身低下，就应该算他的罪过吗？没错，穷人就是该死，反正活着也是碍眼。姐姐，你再怎么夸你那个夫君，也不过是个臭要饭的。如果他当真有本事，你让他拿聘礼来，和我家夫君比比，若真能比得过，我就亲自给你磕头认错，怎么样？我家贤婿可是丞相之子，这个臭乞丐就是要10倍4的饭也比不过。宋家人接聘礼，百年人参，万年灵珠各一支，金簪百尺，首饰100件，临县琵琶补品，北市焦枣补品各50，苏绣蜀锦香银纱各10。母亲，百年人参，万年灵芝，那可都是天价的宝贝啊！不单单是人参和灵芝，其他东西也都价值连城啊！这些东西足够买下一座城了呀！究竟是谁送来的呀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我家贤婿啊！可是贤婿的聘礼已经送到了呀，难道……哎呀，父亲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家相公可是丞相府嫡子，放眼上街，想要巴结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。一定是他们有人知道我今日与相公成婚，特意准备的聘礼。我家小女嫁与贤婿，这可是我宋家天大的喜事儿啊！聘礼都齐了吗？齐了。哎呀，原来这位就是宋家大小姐。慢着，说吧，你家主子的名字。看在他如此懂事的份上，日后我必多加提携。让开，别挡路！奴才给宋大小姐请安。参见宋大小姐。宋大小姐，奴才奉命带着聘礼前来，还请您钦点一下。你是云恒的人，可是云恒一介布衣，
怎么会有这些聘礼啊？圣旨没到之前，为避免节外生枝，还是要低调些好。现在还是不公开太子殿下身份的时候。宋大小姐，稍后便会真相大白。您只要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您便是这上京闺秀之中最为尊贵的女子足矣。哎，错了，宋清许嫁的就是一个臭乞丐，你们这些聘礼啊，肯定是送错了。没错，我姐姐早已被一个乞丐破了身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才华败柳，根本不会获得这些东西。大胆！宋大小姐也是你能诋毁的啊！大胆的人是你，我的人也是你该打的。你是何人？奴才就是属目寸光，我家贤婿可是丞相之子。你说的可是许丞相？没错。放肆！敢打本公子的脸，我就父亲让你碎尸万段！哼！许丞相的名讳在上京城，其他人可能畏惧，但是在我家主子面前，他也只有跪着说话的份儿。宋大小姐，奴才还要回宫回话，就先告退了。云恒他……宋大小姐，我家主子稍后就到，稍安勿躁。宋清许嫁的不只是一个乞丐吗？整个上京能将我父亲踩在脚下的，除了皇上，就只剩下太子。不可能，他就是个乞丐，我们都见过的。太子是天之骄子，国之储君，怎么可能是一副乞丐的模样？我到现在都能闻到他身上的穷酸气，别说是太子，就是贤婿你，都是完全比不得的。说，你们此番是为谁来送的聘礼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贤婿，你看，他们连所以然都说不出来，明显就是心虚。可这些东西肯定有问题。贤婿，你身在丞相府，整日有穿戴不尽的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，自然不知咱们上京啊，就有专门帮别人做假首饰的小作坊。那个臭乞丐为了撑面子，做一些假的，再正常不过。所以说，那些东西都是假的。岳母说的在理，不然一个乞丐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如果这些东西都是真的话，就连我丞相府也买不下。姐姐，你当真是找了个好夫君啊！买不起就弄虚作假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。于恒不是那么虚伪的人。那这些聘礼你怎么解释？你快告诉我，那个臭乞丐买得起吗？刚刚那些送聘礼的，一看就是阉人。大户人家谁会找一个阉人做奴才？依我看啊，他们肯定是被阉之后没有门路进宫，所以只能做路边的要饭狗。姐姐，原来刚才那些人是你未来夫君的同行啊，怪不得你前来糊弄我。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如果这些人不是乞丐的话，还真是皇宫里面的人不成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看看你找的什么人！流血了，流血了！你别担心母亲。我让你那家伙糊弄我，我让你不知廉耻！老爷，别砸！我以前给宫里送菜的时候见过这些东西，真的，是真的，老爷。滚开，你个废物！都怪你，生出这么个孽障！老爷，别责怪清许很乖的，没错，他一直都很乖。你让他学医，他就学医；你让他做什么，他都做了。老爷不能怪他，不能怪呀，老爷不能怪。你说这些聘礼都是真的？真的，都是真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赏给你好好补补。放开我！姐姐，你别激动了，我母亲也是好心，这灵芝人参什么的，就算是假的，你母亲不是也吃不起吗？母亲，这些都是你那个好女婿送来孝敬的，
你那个乞丐夫君不是来接你，让他来救你啊！拜见太子殿下。殿下。即刻出宫，前往宋家。是。居然太师！自打你嫁进宋家，我处处与你以礼相待，我母亲更是没有招惹过你。你明知他至傻模样，还这般欺负他，你良心就没有一丁点感觉吗？是怎么说？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可善良又不是他们的错。他们心怀至真，理应被善待，凭什么要被你们这些满腹算计、自私自利的人欺负至此？不哭，是娘，对不起你。娘这些年没有照顾好你，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在府里受罪了。你先别说话，我马上就去医治你。清雪，娘知道，娘是一个失败的人。只要你脚踏实地的走，总会有人不会辜负你的。娘就是可惜没能看到你结婚。真的死了？那岂不是我们也要受牵连？不会的，我只轻轻打了一下，不会的。杀人偿命，今日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！孙大人到。本官今日是特意来贺喜的，可这大喜的日子，这是……恳请孙大人为小女伸冤。宋家大小姐，快起来说话。自从本官病重，所有大夫对本官避之不及，生怕被本官传染恶疾。只有宋家大小姐愿意前来为本官诊治。我既为医，治病救人便是我的职责。孙大人不必担心，你只是伤寒而已。我这边施针，为你逼走体内的寒气。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他日宋家大小姐有事，本官必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那日若非宋家大小姐诊治及时，本官恐怕……宋家大小姐放心，若有人敢与你为难，本官定不会放过。这些人，他们欺压我母亲，置我母亲于死地，还请孙大人替我做主，为我母亲伸冤。宋家大小姐说的可是真的？我就轻轻碰她一下，谁知道我是无心的呀！你对我母亲痛下杀手，何来无心？你对我母亲不闻不问，弃如敝履，何来有心？你对我母亲没有感情，她做人不能没有良心。不关我的事，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没错，和我们没关系啊！你们一个弃我母亲吃屎，一个幸灾乐祸、冷眼旁观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今天谁也逃不了干系。来人，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奉天府。且慢，孙大人还真是铁面无私啊！你是？他是当朝许丞相嫡子。今日不单是宋清许嫁人，更是我家贤婿和我家小女大喜的日子。如此说来，宋家二小姐日后就是丞相府的少夫人了。孟氏的死分明是她自己不小心撞死的，
和我们并无任何关系。此事我可以阻止，就不劳孙大人费心。你胡说！我母亲的死，你们都有责任。大人，实不相瞒，宋清雪就是嫉妒我女儿比她嫁得好，所以才想用孟氏的死污蔑我们。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姐姐就是嫉妒我能够嫁入丞相府当上少夫人，而她就只能嫁给一个乞丐。乞丐？没错，宋清许日后就不再是什么宋家大小姐，而是个乞丐夫人。所以这其中孰对孰错，孰轻孰重，孙大人应该清楚才是。徐公子，你说的对，这只是一场意外而已。你身为奉天府府尹，就是这么办案的？放肆！本官办案，轮不到外人多嘴。本家丑报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救命之恩的是吧？你只是对本官施了一点小恩小惠，就想让本官听信于你，简直是厚颜无耻！孙大人可真是明察秋毫，本公子在心里记下。徐公子有所不知，本官还知道另外一件大事儿，太子殿下已经平安回京，而且就在今日要迎娶一名女子为妻。太子娶亲，能嫁给太子当妻，那岂不是太子妃？能被太子看上，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啊！孙大人可知是哪家闺秀？具体的本官也不清楚，不过听说无论是天家还是太子殿下都对此女子十分重视。这会儿太子殿下已经出宫，应该正在接亲的路上了。若能与太子妃和太子相结识的话，那我许家在这上京就会更上一层。上京就这么大，刚好今日也是贤婿和我家小女大喜的日子。贤婿啊，你只需要带着迎亲队伍，在街上多转几圈，总能碰见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的。岳母所言极是。这么说，我马上就能结识太子妃了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把眼前的给处理妥当才是。死了都还要耽误咱们的时间，真是晦气。孟氏一事，还请孙大人多费心。孟氏大闹许公子大婚，理应受罚啊！念在他已经以死谢罪，本官就不予追究了。来人，即刻将孟氏的尸首拖锤乱葬岗。因公徇私，擅自勾结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是这个疯妇自己不好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还要谢谢我们，帮你处理掉了这疯妇，省得日后跟你一起丢人现眼。姐姐，你生气也没用，谁让我嫁了一个好夫君，而你嫁给一个臭乞丐呢？有本事你让你那个要饭的夫君来给你撑腰啊！娘，臭乞丐怎么撑腰啊？大人，不好了！大人，太子殿下要来了。你说太子殿下到哪儿了？听闻消息，太子殿下正在赶来的路上。这么说，太子殿下要迎娶之人就是住在附近的闺秀，皇家婚嫁不得冲撞。赶紧将这死人送去乱葬岗。不要！放开我母亲！放开我母亲！孙大人，你看，他就是如此无理取闹。孙大人，太子即将路过此处，孙大人还是速速处理干净为好。若是让太子知晓孙大人的敬畏之心，说不定还会升官发财。既然宋清许不识好歹，孙大人也不必留情面。宋清许无理取闹，阻碍公务，给我打！行了，把尸体带走吧。姐姐，以前你是府中的嫡长女，处处压我一头，而日后我母亲就是这府里唯一的当家夫人，而你就只能永远被我踩在脚下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呢。这是哪家公司啊？真是无人手，没有这确切。哎，看一看。
所有要下场的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！放肆！我是你父亲，你竟敢连我一起诅咒！你不是我父亲，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。好，我现在就把你逐出家门，以后我宋家只有宁儿一个女儿。哎呀，看在你对本官有些小恩的份上，只要你认下此事，保证不再追究，本官愿对你不计前嫌。千里妄语，一拳谋死！我不但要追究，我还要追究到底。奉天府不行，我就去大理寺；大理寺不行，我就去高云庄。若是今天我忍下，日后还有很多无辜的人被你们欺压人肉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说，知不知错？娘，也不知太子殿下到哪儿了，真想赶紧见见太子殿下真容。大胆！我可是奉天府尹之命，把此罪妇押往乱葬岗。尔等是何人？胆敢在此拦路？大胆！太子殿下在此，尔等岂敢放肆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这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禀太子殿下，背负孟氏扰乱许公子大婚后，畏罪自杀。孟氏，那是清许的母亲。大胆！我的岳母岂是你能污蔑她？岳母，这么说，宋家大小姐就是太子妃？把他们拖下去，严查！哼！太子殿下，他还有气，快把他带进宫，让太医医治。是。清许，说，知不知错？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们。我平日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父亲让你学医，是让你光耀门楣，可你倒好，嫁给一个乞丐。姐姐，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，好好的丞相府不去，非要嫁给一个臭乞丐。哼！像你这样的贱人，被打死也是活该。识相的就赶紧认错，别耽误我们的时间。是啊，我们还要着急去瞻仰太子和太子妃的真容呢。也不知道谁家的姊妹这么厉害，能驾驭太子殿下，不像是姐姐你，只会捧着个臭乞丐喊真香。孽障，到了现在还不认错？我错了，我确实是错了，我错在应该早早带着母亲离开这个吃人的府邸，错在我以为我步步退让，家里面就会有我和母亲的一席之地，我就不该任你摆布，结识了一个和你一样如狗不如、狼心狗肺的男人！贱人，我看你是想死！都给我住手！清雪，你没事吧？你来了，我既答应了你，便一定会来。是你们伤了清雪。我们就伤害他，怎么了？乞丐就是乞丐，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在我宋家大呼小叫？竟真的敢来我宋家？君子一诺，一言九鼎，说到便会做到。还一言九鼎？哼！你真当自己是天下人吗？母亲，你就别抬举他了，他不过是个乞丐，说不定连这身衣服都是乞讨来的。没衣裳可以跟我说，看在你娶了我不要的破鞋份上，赏你几件衣服还是可以的。我还轮不到被你们施舍。放肆！一个小乞丐，怎敢跟丞相之子这么说话？敢跟我这样说话，看你才是放肆！这气势，难道你是？孙大人，这是
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此人。孙大人，我家这个二姑爷呀，就是在京城要饭的。孙大人这样的身份，怎么可能见过这样的低贱货色？母亲，这你就说错了。万一这个乞丐曾经跪在孙大人的面前要过饭呢？哦，本官确实记得了。前不久被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乞丐拦路要饭，那个乞丐为了讨好本官，还主动跪在地上学狗叫呢。学狗叫？某些人为了一口吃食，还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哎，姐姐，你找的夫君可真有意思啊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以后姐姐要是闷了呀，就让你的夫君跪在地上给你学狗叫。不管我的夫君身份如何，他都是你姐夫，是你长辈，你怎可目无尊长？长辈？一个要饭的也配？你看看你找的什么人？你是想气死我吗？放眼整个上京，能让我放下身段，只有2人。2人？你以为你是太子吗？只需对陛下和皇后娘娘行礼请安。我看你啊，是要饭要的脑子都傻掉了吧？我明白，你不就是想要银子吗？这样，你狗叫一声，我就给你1文钱，如何？你好歹是名门出身，怎么这样侮辱人？姐姐，我家夫君可是好心啊。你还不跟这个臭乞丐对我家贤婿感激涕零？叫啊！是叫啊！臭乞丐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我夫君赏你的这些铜钱，足够你跪地乞讨月余了。我要是你啊，就赶紧跪在地上乖乖学狗叫。你要是学得好了，说不定我夫君还要给你多加一点钱呢。你身为宋家2小姐，怎可助纣为虐，视江凌辱，是无辜之人。姐姐，莫生气，我还以为你夫君根本不配当个人呢。你宋清雪，你搞清楚，你这个夫君就是一个臭乞丐，他这个德行的，要都能算个人。上京城的野狗都能站起来走路了。臭乞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夫君赏你钱，你还不赶紧跪在地上爬着向他叩谢去？你是聋了吗？我让你跪在地上爬。教育敬慈幼，海纳百川，道德，还无人敢打。臭乞丐，敢对我女儿不敬！若不是你们戚夫人，云寒怎会还手？臭乞丐，夫人就是打你也是你的荣幸。孽长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赶紧带着你那个要饭的夫君赔礼磕头道歉。若我们真磕了，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我们的死期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皇子龙孙吗？若偏偏就是呢？云寒，我并非有意要隐瞒你，我笑死我了，真是笑死我了！你们听到了吗？这个臭要饭的说自己是太子，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姐姐，你脑子出问题了吧？一个乞丐的话你也信？还太子？他怎么不说他是神仙下凡啊？你们不相信他，我相信他。你还真是里外不分，我们可是你的家人。恶语相向，恃强凌弱，怎么配得上家人2字？哎，我知道了，你不会就是嫉妒我丞相之子的身份吧？可你就是也编个靠谱些的吧？区区一个丞相之子，轮不到我羡慕。一个臭乞丐，嘴巴倒是挺硬。你嘴硬也没用，谁让你出身不好？不像我家相公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从小就养尊处优。臭乞丐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太子，不如你拿出证据给我们看看，也让我们开开眼，看看你这太子身上究竟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冒充天家可是重罪，你今日若拿不出证据，本官现在就命人将你下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他能有什么证据啊？
我现在就自证给你们看。云禾，你真是太子？不管我是谁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妻。大人，这玉牌到底有什么门道？这玉佩纹理细腻，一看就是上等好物啊！这哪里是上等好物那么简单？你看这玉佩上刻的乃是龙纹，这可是只有天家才配使用的图案和纹样啊！一个乞丐怎么会有这等玉佩？难道他真的是？要我说，这什么都不是，就是个假货。可是玉佩，爹爹，你忘了那些聘礼都是假的，更何况就是一个玉佩。还是我家宁儿聪明，我们差点就被这个臭乞丐给骗了。你们两个一个不知廉耻，一个坑蒙拐骗，可真是臭鱼烂虾一窝心啊！丢人啊！多到家了。爹爹，快把这假货扔了，拿着都晦气。这玉佩万不可伤及半分。装什么装啊？一个假的不扔，难道留着过年？臭乞丐，你最好是祈祷这块假玉佩没有什么害人的东西。若是我们身体出了什么事，我们一定跟你没完。有眼无珠，哼！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。我们家二女婿仪表堂堂，身份不凡，这前途啊不可限量。你再看看你是什么，就只会坑蒙拐骗。你呀，注定一辈子都是乞丐。你笑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父亲啊，估计是被你说中了，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我夫君虽然一身清贫，但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姐姐，你是失忆了吗？刚才你夫君还想拿假货骗我们呢。不对，这玉佩我见过。孙大人，你就别拿这个假货看了。没错，假货就是假货，再看也真不了。宋清雪，你从小我教你读书识字，现在跟一个乞丐为伍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岳父慎言，造假已是大罪，尤其是造太子殿下的假，更是重罪大罪。你们毫无证据，仅凭肉眼断定，怎可判定他是假的？那还用说吗？一个要饭的手里，怎么会有太子殿下的东西？不是假的，还能是什么？或许云禾就不是乞丐呢。姐姐，你就别给你的乞丐夫君脸上贴金了，他要真的是太子啊，我现在就给你磕头认错。不对，拜见太子殿下。今日太子出宫时，本官有幸远远一瞥，太子身上佩戴的就是此玉佩。孙大人，你的意思是这玉佩是真的？真的？妹妹刚刚是不是说过要下跪道歉？孙大人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本官亲眼所见，绝对不会看错。这么说，他真的是……哦，难怪刚刚送聘礼的都是阉人，原来都是在宫里当差的太监啊！如此说来，那些聘礼都是真的了。哎呦，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呀！坏了，全都坏了呀！这便是你们有眼无珠的代价。不对，一个臭乞丐怎么可能是太子殿下？我没有必要和你解释那么多。究竟是不想解释，还是解释不出来？不如我考考你。年前太子殿下打胜仗回宫，我父亲特地送了一箱奇珍异宝。若当真是太子殿下，必然知晓里面都有什么。太子殿下，这是许丞相送来的凯旋之礼。我对这些身外之物不感兴趣。这样，你把这些东西变卖之后，换成细粮，这几日在城里施粥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可是许丞相等着您回话呢。
就说礼我收下了。我确实不知那里面有什么东西。东西太子殿下明明已经收下，你若真的是太子殿下，怎会不知？除非你根本不是太子殿下。可是这玉佩，一个流落街头的臭乞丐，什么肮脏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这些玉佩就算不是假的，也一定是他偷盗所得。那这些东西最好是假的，不然肯定也是什么赃物。你竟然敢偷太子殿下的东西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贤婿，若太子殿下追查，我们会不会受牵连啊？岳母大人放心，只要在太子殿下赶来之前，将罪人绳之于法，我们定会相安无事。大胆刁民，还不跪下认罪！东西就是我的，何罪之有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拿太子殿下的东西招摇过市！姐姐，你最好赶紧劝你的夫君磕头认错。他要早早认错，孙大人看在我家相公的面子上，会从轻发落的。不相信他，我相信他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想到太子妃想疯了吧你？不用他认罪，等重罚酷刑落下，看他招不招。来人！一个臭乞丐而已，交给我亲自收拾起来，我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。贤婿，这把刀乃是我防身所用，削铁如泥。好，那我就将这个臭乞丐的舌头给割下来。你们私自动用私刑，只管归王法于何地？在这里，我女婿就是王法国规。我相公的功夫在上京可没几个人比得过，真是可惜了，还没嫁人就要守寡。臭乞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你这些花拳绣腿还不够我看呢。放肆！我可是丞相独子。那又如何？臭乞丐，还不赶紧把人放了？为何要放？此人罪大恶极，以下犯上，死有余辜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是聋了还是瞎了？赶紧叫你这个臭要饭的放人呐！我让你们放过云恒的时候，你们答应了吗？你从小到大罪名势利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以暴制暴那是莽夫之举。就以暴制暴怎么了？云恒现在是在替我主持公道，我要是劝他放下屠刀，才是背刺于他。我不是你们，做不到过河拆桥。今日不是我的死期，而是你的。丞相大人到！丞相大人到！许丞相来了，你们死定了！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要是让他知道你敢伤我，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老爷，宋清许狼心狗肺，一会儿你一定要叫许丞相狠狠地重罚他。孽障，还不带着你那个要饭的夫君一起磕头，等着许丞相降罪？你们没错，为什么要认罪？你们伤了丞相之子，还敢狡辩呀？明明是你们先欺辱我们在先的。姐姐，我劝你还是别应承了。许丞相可是6部之首，就连皇上也要万分敬仰。若不是我家相公，你和你的臭乞丐，连他的面都见不到。宋清许，我要是你，先自己跪在地下抽自己。或许许丞相他会看在你诚心认错的份上，还会留你个全尸。臭乞丐还不赶紧放了我！父亲定不会轻饶你。你怎么就这么确定？许丞相过来一定帮你，而不是帮我？姐姐，那个臭要饭的夫君不会吓疯了吧？我家贤婿可是许丞相的亲儿子，许丞相不帮他的亲儿子，难道帮你这个臭乞丐？可他偏偏若是帮我呢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你连站在许丞相面前的资格都没有。要是许丞相真的帮你，我们大家就跟你姓。跟我姓？你们不配！你，爹，救我！我儿不是来接亲吗？怎么到现在还迟迟未归？许丞相，您来的太是时候了。这里有个乞丐，
出太子的玉佩不成，还意图加害我的贤婿啊！何人如此大胆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是啊，真是经过。太子殿下要去给陛下请安，闲杂人等避让。你是许丞相，他就是一个乞丐而已。此刻太子殿下应该在接亲的路上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看来是我多心了。大胆狂徒，若不即刻放了我儿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许荣，给你赏饭吃的种子都不认识了吗？大胆！许丞相面前岂容你嚣张跋扈！丞相莫要见怪，这个乞丐就是想当太子，想疯了。拿着太子殿下的玉佩，在这自欺欺人，耀武扬威。没错，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个臭要饭的。是啊，当时他要死不活的跪在我和相公面前，为什么田家的人？要不是我这个姐姐看上了他那张脸，他早就饿死在街边了。许丞相，这块玉佩下官仔细查验过，确实是田家的物件，足以证明这个乞丐偷到了太子殿下的东西。一个乞丐妄想当太子，简直可笑至极！许荣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我到底是谁！你蝼蚁竟敢直呼我的姓名！你身为丞相，本应该德高望重，可你现在昏庸无能，愚昧糊涂，你太让我失望。大胆！来人，将他给我拿下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现在谁都反悔了，晚了！姐姐，你去看着你的臭乞丐夫君死无葬身之地吧。父亲，那个畜生死！放心，敢伤我儿者，必让他后悔终生。你个阿杂东西，还不跪下受死！我的膝盖，你们受不起！你个偷盗成性的乞丐，到了现在还死性不改，简直罪不可恕！你们查都没查，仅凭旁人的只字片语就这么断案，你们就是这么办案的是吧？下堂的东西，这没你说话的资格！许荣，你竟敢对他不敬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不光要打他，还要让你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！你敢！来人，给我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跪地认错为止！没用的东西，你们没吃饭吗？你们才杀我母亲不够，现在还要伤害我父亲吗？区区贱民的命，死了就死了。姐姐，要怪就怪你找的这个臭乞丐，他不仅敢偷盗太子的东西，竟然还想冒充太子，那都是他自己作死活该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这么为非作歹，就不怕天家正罪吗？没错，我也只是为民除害，就是陛下跟皇后娘娘知晓了，也会夸我一句，说我做得好。说不定天家知道了，还会赏赐我们呢。哎，这么说，相公还会被封个一官半职的？公子，别忘了还有下官。放心，若天家赏赐，自会忘不了你。你笑什么？我就是好奇，天家会给你什么样的赏赐？天家的赏赐自然尊贵。没错，五马分尸，倾倒万剐。继续打！你不要杀云禾！云禾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啊！你刚刚喊的什么？他叫雨。父亲，
一个臭乞丐的名字，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穷人的名字就那几个，跟我觉得熟悉也不足为奇的。说，太子殿下的玉佩，你究竟是如何偷盗来的？那块玉佩，我从小就带在身上。放肆！丞相大人面前还敢口出狂言，看来是打得不够啊！此时，你身为奉天府尹，怎么可以拜高踩低诲养许妃？你这不怕遭报应吗？让我说，没有什么好问的，像他这种人就该凌迟处死。你们怎么可以无凭无据就断定一个人的生死啊？这个臭乞丐都拿着太子殿下的玉佩招摇过市，这就是罪证。至于人证，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那玉佩就是他偷的。你，姐姐，我劝你还是别为这个臭乞丐开脱了，多想想你自己吧。他犯的可是死罪，你要执意跟着他，你也只有死路一条。不过看在你是我姐妹的份上，如果说你能够跟他撇清关系，生生世世为我为奴为婢，我也是可以让我相公帮你求求情的。孽障，还不赶紧过来给你妹妹磕头谢恩！宋清许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难道你还真想跟着这个臭乞丐去死啊？贤婿，你太看得起他了，我看他是被吓傻了吧？清许，时机从权，我不会怪你。与其苟且偷生，倒不如和值得的人一起赴死。还真的有人不怕死啊！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清许，你真的？我说过要与你荣辱与共，我就不会后悔。你可想好了，继续跟着这个臭乞丐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？看来你是真的疯了。你不会以为这个臭乞丐真的是太子吧？我不同意。反正他们现在还没有成亲，等稍后我会亲自做主，把你嫁给丞相府的粪夫。你想将我送与丞相府，嫁与粪夫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我好。你不过是想利用我继续讨好丞相府。以前我为你是族，因为你是我父亲。现在你我二人已经断绝关系，事情轮不到你做主。姐姐，断绝关系可不是口头说说就行的。你若执意不肯听从父亲的，那么我们就执行家法家规，断绝关系。没错，要断就断个干净，不然天家追究，我们还要被你牵连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是认还是不认？无怨无悔。来人，给我上家法刑具！拜请丞相做个见证，只要那孽障三跪九叩走完这整案之后，便不再是我宋家人。放心，届时我必会在天家面前帮你解释。还愣是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跪砧板！你该不会是怕了，想反悔了吧？清许，抓住他！你只是个女子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清许，女子也是人，女子也可以坚定自己的选择。清许，清许，清许，
清雪，没想到还真有人这么傻，放着好好的生路不走，非要陪着一个乞丐送死。他可能是觉得那个乞丐真的是太子吧，或许还幻想着进宫苦尽甘来，荣享富贵吧。宋清雪，只要你坚持住，天家一定会赏赐你的。陛下，都忙完了，还有一些折子，不急于一时。哦，对了，太子那边如何了？算起来，太子出宫已经有一会儿了。走吧，咱们也该去宋府瞧瞧了。是啊，臣妾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见自家儿媳了。不过，陛下出宫非同小可，臣妾已经让孔公公先去探路了。陛下，皇后娘娘起驾出宫。现在我和你们再无关系。倒是小瞧你了，没想到你竟能忍下。姐姐，你怕是忘了，你是被逐出家门的，光是跪砧板可不够啊，还要在你身上用烙铁烙下一个竹字。我不是犯人，家规不可改。清许是你的女儿，她身上流淌的是你的血液，虎毒尚且还不食子，她究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，让你如此对她？嫁给你这个臭乞丐，就是十恶不赦的事情。来人，拿烙铁过来。清许，看在你我有父女的情分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若你现在反悔，还来得及。只要能离开魔窟一般的家，让我付出什么，我都无怨无悔。清许，清许，清许。清许，只为守护着天下。若两千断丝桃花，只愿君无忘。耳边孽障！我现在还惦记这个臭要饭呢。清许，清许，请记得自己不假，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现在还敢猖狂，给我继续打！都给我住手！孔公公，父亲，你认识此人？他是陛下身边的大内总管。孔公公怎么来这里了？大家是帮陛下。你们这是？此人偷到了太子殿下玉佩，还试图冒充太子殿下，招摇撞骗。孔公公放心，此处有许丞相坐镇，绝对不会让这等卑劣的乞丐影响了太子殿下迎娶太子妃。你们说什么？说他是乞丐？没错，他就是一个要饭的无名之辈。为了巴结宋家，
不惜冒充太子殿下呀！孔公公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如果他是乞丐，那你们是什么呀？孔公公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你知不知道他俩是谁？他不就是一个乞丐吗？放肆！太子和太子妃面前，你们还敢放肆？太子妃，这怎么可能？太子殿下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太子妃！奴才救驾来迟，还望太子殿下和太子妃赎罪。我父皇和母后呢？皇上和皇后娘娘让奴才先探路，他们就在后边，马上就来。你速速去将此事禀报我父皇和母后。这怎么办呢？是。放肆！他可是陛下身边的人。父亲，就算他是陛下身边的人，也跟那个乞丐是一伙的。你的意思，他不是太子殿下？没错，就是这个阉人带着一堆假货来骗我们。如果那个乞丐真的是太子，怎么可能拿一堆假货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！那些东西都是真的。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。咱家侍奉了陛下数十年，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帮着外人冒充太子殿下？你们脑袋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？父亲，在街上的时候我见过一次，这个乞丐他衣衫褴褛，明显已流落街边多日，他怎么可能是太子殿下？父亲，我可是您儿子，您必须相信我。徐丞相，如果那个乞丐真的是太子，要迎娶宋家大小姐，那么陛下和皇后娘娘肯定即将抵达，我们只要一同出去看看，便知真假。若当真是闹出了误会，我也好及时向陛下解释请罪。走，走。清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呦！赶紧去前面看看，可有陛下的马车？诺。怎么马车迟迟没有动静？正赶闹市，人流太多，咱们被堵住了。此番咱们是微服出宫，不宜闹出太大动静。还是再等等吧。陛下说的是，估计这会儿孔公公应该已经抵达宋家，太子那边有孔公公的帮忙，想必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。怎么样？下官沿途找了好久，就是没有见到陛下的马车呀。我就知道，那个太监跟那个臭乞丐是一伙的。孔公公可是个大内总管，为何会帮着一个乞丐？下官倒是听闻，前些年孔公公在宫外收养了一个义子，有人传他出宫以后让义子养老。难道那个臭乞丐就是孔公公的义子？如此，这一切就说通了。孔公公想要利用那义子来我宋家，以太子的身份取得信任，骗取钱财，好留着日后出宫养老。所以孔公公肯定会提前投到太子殿下的玉佩，交给那义子，还找宫里面的太监送一堆假聘礼，帮忙做戏。身为陛下身边的总管，却包藏祸心，欺山瞒下，他好大的胆子！这多气派呀！这是哪家的？谁的马车？哦，天哪！是告诉我，是不是皇上？
吁！来人，将童公公给我拿下！是。许丞相，咱家可是陛下的人，你伤害太子和太子妃已经是罪不可恕，到现在连陛下都不放在眼里吗？别装了，你们打的算盘，我们都知道了。我知你是看上了我宋家的财产，便偷了太子的玉佩，让这个臭乞丐冒充太子，博取我宋家的信任。届时，你们便可以诓骗我宋家财产。你，父亲，您怕是有被害妄想症吧？整个江山都是我家的，我何须窥视什么？你自然不需要窥视什么，但你根本就不是太子殿下。事已至此，你们就别狡辩了。等我们先处死你们这些狂妄之徒，自然会去陛下面前禀明，届时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你放肆！太子殿下和太子妃，其实你们能处置的。咱家此番就是陪同陛下和皇后娘娘一起出宫的。你说你是陪同陛下和皇后娘娘，可我们刚才在门口等了半个时辰，我派人去寻了，根本就没见陛下的马车。宋清许，你真是要笑死我了！还太子妃？你要真的是太子妃，那我女儿就是天上的仙女，我这贤婿就是天上的仙人了。是我错过，业障我，你们这么万遭报应吗？报应？报不报应不知道，但今天你们死定了。来人！许丞相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谋害太子殿下和太子妃，陛下可是要诛九族的。我这是替天行道，为陛下分忧，我有何所畏惧？反倒是你枉为陛下这么信任多年，竟然做出这等无耻行径！世荣，你身为丞相，怎能如此糊涂？来人，给我掌嘴！你敢！许州，最好记住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很快你就会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。你个冒牌货，还敢威胁我！来人，现在就将他就地问斩！清雪，清雪，姐姐，你从小就是天之骄女，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啊！要怪就怪他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明明嫁给了一个乞丐，非要做什么白日梦，真以为自己是太子妃。清雪，后悔吗？无怨无悔。真是下贱，到了现在还不知苦感。不过我倒要谢谢你们，给了我们去陛下面前邀功的机会。来人，把他们的头给我砍下来！不要啊！皇上、皇后娘娘驾到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接驾！拜见陛下，拜见皇后娘娘。清雪，许丞相也在这里。难道陛下和皇后娘娘已经听说孔公公带人冒充太子殿下，此番是特意来兴师问罪的？如此说来，我邀功的机会已经摆到面前了。启禀陛下，微臣听闻此处有人冒充太子殿下，特意前来处置。本想等一切尘埃落地，再禀明陛下。好大的胆子！是谁敢冒充太子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就是此人。大胆贼子，见了皇上和皇后娘娘还不跪下？估计是做贼心虚，吓傻了吧？看到了吗，姐姐？
陛下面前只有武功楼能说得上话，劝你赶紧跪下磕头认罪吧。陛下有所不知，这乞丐之所以带着太子殿下的玉佩招摇过市，完全是因为陛下身边的孔公公监守自盗。不过还好发现的及时，没有酿成大祸。说起来，此事都是犬子的功劳，是他识破了那乞丐和孔公公的诡计。如此说来，朕还要赏赐许丞相的儿子呢。为陛下分忧，是小人应该做的。臣没想到你对朕竟这般忠心，许丞相，你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。犬子只是希望稍后跟随陛下瞻仰太子和太子妃，恳请陛下恩准。想要见太子和太子妃并不难。本官这就将这乞丐等人处置了，别耽误了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大婚的吉时。来人，你们想要见太子和太子妃，无需那么麻烦。莫非太子妃住所就在附近？小人僭越了，斗胆问太子妃是哪家哪户的贵秀？宋家。这附近还有哪家是姓宋的？就我一家。难道这个乞丐真的是太子？宋清许真的是太子妃？咱家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太子和太子妃就在你们面前，可你们这些狗东西有眼无珠，不但公然对太子和太子妃用刑，还有密谋处死太子殿下和太子妃，你们该当何罪？如果那个乞丐是太子殿下的话，那我刚刚……怎么会这样？陛下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哎呀，朕的话也是你能质疑的吗？你不是要见太子和太子妃吗？现在朕的儿子和儿媳就在你的面前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啊！小人以为他只是个乞丐。如果朕的儿子是乞丐，那你又是什么东西？我一群胆大妄为的东西，都给朕跪下！真没想到，大喜的日子竟会闹成这样。母后莫要担心，儿子并无大碍。父皇，今日之事既由儿臣所起，儿臣想独自解决。你想如何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太子殿下冤枉啊！所谓不知者无罪，本相确实不知太子殿下，还请太子殿下恕罪呀！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，也不是没有向你解释过，是你自己愚不可及，愚昧糊涂，冥顽不灵。在其位，谋其职，尽其事，负其责。可是你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，若六部再交由你这样的人管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冤枉啊！太子殿下，是我们家这个不争气的惹的祸，是他，赶紧给太子爷磕头认错啊！快！太子殿下，都是误会。如果我早知道您是太子殿下，就算给小人打死也不敢对您僭越呀！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错，你只是在畏惧我的身份罢了。千错万错，都是犬子一人的错。只要太子殿下能够消气，微臣即刻就将这个瞎了眼的东西逐出家门。不要，父亲，我不能离开丞相府。不要！宰相许荣，昏聩无能，恶行丑事，横行无忌。来人，脱其身上官袍，
交由大理寺处理。许君木和奉天府尹以权谋私，互相勾结，罪大恶极，斩立决。谁若替他求情，一并问斩。清许，我是你父亲，你不能看着我死啊！父亲怕是忘了，我已经被你逐出家门了。清许，我虽然不是你母亲，但我好歹也照顾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你将我母亲整日关在暗无天日的后院里，挑拨我和父亲的关系，你就是这么照顾我的？姐姐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糊涂。妹妹不必道歉。说了，今日我还要谢谢妹妹。若不是你给我的茶里下药，我也不会跟云禾相知相识。对啊，姐姐，是我先遇见的太子殿下。如果当初是我救了太子殿下，今天你的一切就是我的。还有，如果我没有下药，你也不会成为太子妃啊。孽障，都是你给你姐姐下药的。我也不想这样的，凭什么她能嫁给丞相的儿子当正妻，而我只能当个妾室？我不甘心。你姐姐打理药铺多年，在上京城的口碑和信誉都是极好的，她自然有资格当丞相府正妻。你有什么？你除了每天买衣裳、买首饰，你还知道什么？你不甘心，便要加害于我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若不是父亲逼迫，若我还有选择的余地，我根本就不愿，也不会嫁去丞相府。说来说去，你当上太子妃都是因为我女儿。你现在攀上高枝，破天富贵了，绝不能过河拆桥啊！像你们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知悔改。我又还在奢望什么呢？不过都无所谓了，因为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原谅你们。你们欠了我的，今日我定要血债血偿。你敢弑父，你大逆不道，天理不容。砧板一跪，铁印一烙，我和你再无关系。欺辱太子妃，事到如今还在狡辩，来人，就地问斩。清雪，都过去了。太子和太子妃，你们苦尽甘来，此乃大喜。当初奴才出宫前，太医说过，太子妃的母亲已经大有好转了。我母亲还活着。父皇，母后，这就是宋清雪。臣女见过陛下，皇后娘娘。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这么生疏客套。就是没想到，大喜的日子闹成这样，就连皇上册封你的圣旨都没来得及宣。朕的儿媳不能委屈，稍后回宫便吩咐宫里面的人准备起来，待挑选个吉时，朕要在宫内设宴，册封太子妃。启禀陛下，3日后就是大吉。好，那就定在3日后。成亲是女子一辈子的大事，你若还有亲朋好友，可邀请进宫，一同观你册封之礼。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女还有个姨母，就住在前面不远处的巷子里。回宫时刚好路过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是太子殿下，怎么能邀请寻常百姓？我是太子不假，
但我也是你的夫君，我陪自己的夫人，乃是天经地义的。宋清许，你来做什么？姨母，我马上就要成亲了，想邀请姨母、表姐、姐夫一起去。宋清许，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我早就听说你要嫁给一个乞丐，你自己不知廉耻也就算了，还想让我们陪你一起丢人啊？不是这样的，姨母。哎呀，走！我跟你说啊，我没空喝你的喜酒，你也别赖在我家门口啊！赶紧带着你这个乞丐相公滚！娘，刚刚那是谁啊？还能有谁呀？宋清许那个贱人呗，说是让我们去喝喜酒。宋清许她不是嫁给一个乞丐，哪有闲钱请客呀？就是因为没钱才请我们去随礼的嘛。宋清许怎么那么不要脸啊？他自己不嫌磕碜，我可没时间陪他丢人。没错，而且我义父刚刚传来消息，3日之后，太子和太子妃在宫内设宴大婚，到时候我带你们2位到宫里好好见见世面。这么说，是可以见到太子和太子妃了？那是自然，别忘了，我义父可是大内总管孔公公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这找男人呢，还得找有本事的。不像宋清许那个下贱东西，嫁了个乞丐还想让我去随礼，我呸！算了，自我母亲疯癫后，姨母便再也没有登过门。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该知道，有些亲戚比陌生人还要现实。糖饼，卖糖饼，2位要糖饼吗？赵爷爷，宋家丫头，这位是？我马上就要成亲了，这是我夫君。好事儿啊，好事儿！小子，宋家丫头可是个好姑娘，你可不能辜负她呀。那是自然。3日后我和清许大婚，不知您是否有空？有啊，当初啊，我摔了一条腿，要不是宋家丫头，现在既然是宋家丫头成亲，我肯定去祝贺呀。赵爷爷可以进宫吗？我说能便能。卖糖饼的，去给我府上的狗送几张糖饼。哟，这不是宋清许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宋清许，听我表姐说你嫁了个乞丐，就是这个人吗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中密友，不管我夫君身份如何，你们都不能这样议论他。我没听错吧？你都嫁给一个乞丐了，还要尊重？一个乞丐，我能赏他半碗饭，就是最大的尊重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还要去看花灯，没空跟你浪费时间。走。卖糖饼的你聋了吗？还不赶紧给我家的狗送糖饼去！儿臣拜见父皇母后。无需多言，刚刚的事，朕和你母后坐在马车里看得清楚。让陛下和皇后娘娘见笑了。世态炎凉，并非所有人都值得真心相待。哼！谁敢看朕儿媳的笑话？他们越是想看你笑话，朕越让他们笑不出来。你先放心，朕稍后就让人给他们送帖子。3日后，朕要他们亲眼看见你成为郡主，成为太子妃。真没想到，我还能见到我女儿大婚。我也没想到，母亲您还能醒过来。大喜的日子，切莫伤感。没错，没错。瞧我，怎么还哭了呢？说起来，卖糖饼的赵爷爷也快到了，我们去迎迎他。好，真好。我也陪您散散步。好，咱走。
怎么会是他们？母亲才刚恢复，不能再让姨母等人刺激。母亲，我这还有点事情，就劳烦您接一下赵爷爷可好？这孩子跟我还这么客气。哟，我没看错吧？你是宋清许吧？这就是你说那个表妹啊，长得够标致嘛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嫁给了个臭乞丐。宋清许，你是怎么混到宫里来的呀？我不是混进来的。你不是混进来的，难道还是被请进来的呀？难道是到宫里当舞姬的吗？舞姬，就是那种穿着暴露、供人欣赏的妓女。哎呀，宋清许，你还要不要点脸？卖弄风骚都卖到宫里来了。不是舞姬，那难道是宫妓，专门陪达官贵人喝酒的？哎呀，那岂不是更下贱？既然我们再也没有往来，就没有必要浪费彼此的时间。哎，宋清许，你这么着急是要去陪哪个权贵啊？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穷，谁让你非要嫁给一个臭乞丐呢？也是，你非得要嫁给一个要饭的，要饭的就这么香啊？香，只怕身上都长蛆了。我的夫君可不是你们可以玷污的。哎呦，还护着呢。宋清许，我夫君的义父可是这宫里面的孔公公，你最好对我们客气点儿，不然你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宫去，这样你连陪酒的机会都没有。今日是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大喜的日子，都给我机灵点儿，尤其是太子妃，你们都给我小心伺候着。若是哪个不长眼的惹了太子妃，到时候皇上和皇后可不会饶过你们。是。行了，你们都去忙吧，咱家也要去见太子妃了。宋清许，看在你我还有点血缘的份上，你只要好好求求我，我就让你继续留在这里陪酒。毕竟你也不容易，还得赚钱养那个臭乞丐。宋清许，你居然打我女儿！宋清许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打我？就是，嫁了个臭乞丐还猖狂上了，你信不信我？娘，以前我对你们以礼相待，是因为你们是我的亲人。既然你们自己不愿意当人，那我也没什么好客气的。宋清许，你就是个贱人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个下贱的婊子，你跟你那个臭乞丐真是般配的很。我再说一次，不准侮辱我夫君。我就说了，怎么样了？一个臭要饭的，还不让人说了吗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跟我的夫君相比，你的夫君给我的夫君提鞋都不配。贱人，我看你是找死！住手！义父，宋清许，我夫君的义父来了，你死定了！义父，有个宫妓在这里耀武扬威，还打了你儿媳。是谁敢在宫里如此放肆？就是这个贱人。一个小小的宫妓如此猖狂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下贱胚子，你还有脸笑？还不赶紧给我们道歉！光是道歉有什么用？你和他像狗一样跪在我面前，给我磕头请罪！贱人，我义父可是陛下身边的人，如果你还想在宫里待下去的话，就赶快过来磕头认错，要不然不管你怎么进宫的，都得给我横着出去。我竟不知道上京的地界这么小，3两步就能遇见熟人。这个声音，太子妃！贱人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该不是被我们吓得胡言乱语了吧？宋清许，装疯卖傻可没用，赶紧给我跪下磕头。孔公公觉得呢？我应该跪吗？贱人，你也配跟孔公公说话？孔公公，您这是……义父，您这是……闭嘴！孔公公，难道是因为宋清许这个贱人长得漂亮，所以您才……宋清许，你还真是处处卖弄风骚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连孔公公都敢勾引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宋清许，你还敢打我女儿？哎！我不仅敢继续打你女儿，还敢继续打你。义父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难道真的是因为她长得有几分姿色吗？我放肆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
他不就是个功绩吗？奴才教导无妨，请你赎罪。义父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要是不想害死我，害死你自己，就赶紧给我磕头。童公公，你对我的善意，我始终铭记在心。这件事我可以不再追究，但这些人，我不想再看见。奴才明白。凭什么就让他这么走了？孔公公，这是为什么？就因陛下和皇后娘娘对他的赏识，就因为太子对他的青睐，就因为他是太子。太子妃，要还叫我一声义父的话，就赶紧给我休妻，不然从今往后没有你这个义子。赵爷爷，您来了。宋家丫头到底嫁给了谁呀？怎么把我给接进宫里来了？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这不是给我家狗送糖饼的吗？你不是宋清许那个疯娘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皇宫重地，岂是你们这种人来的？说，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？我不是混进来的，我是宋家丫头请我进来的。你说宋清许？老不死的，你说什么呢？谁不知道宋清许嫁给了个乞丐，连他自己都没有资格进宫，还能请你来？不像我们，都是被陛下下帖子邀请进来的。宋清许现在呀，只能跟他那个要饭的夫君待在一起。就是陛下下帖子请他，他都不知道往哪儿送呢。没错，我们可都是陛下请进宫瞻仰太子妃仪容的。难道你们就不好奇，陛下为什么请你们进宫？你的疯病好了？这有什么好好奇的？不就是因为我们是京城的名门闺秀吗？就是的，不请我们，难道请宋清许那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吗？谁不知道她嫁给了个乞丐？堂堂大小姐不走正路。不过也对，有你这样疯婆子的妈，你的女儿也正常不到哪里去。你没资格侮辱我女儿，我女婿也不是什么乞丐，不是乞丐能是什么？难不成是太子殿下？说得不错，我女婿正是太子殿下。宋家丫头真的嫁给太子殿下？没错，赵爷爷，这也是我把您请进宫的原因。清许他呀，他什么他？不看你是疯病没好又得了癔症吧？当初可是我表姐亲口告诉我，宋清许跟一个乞丐没名没分的就厮混在了一起。现在的宋清许就是个破鞋，怎么还能得到太子殿下的赏识？我的女儿从不是轻浮之人，当初那事出有因，能有什么原因？还不就是因为宋清许自己下贱？李家大小姐，你怎么能那么说宋家丫头？我记得你们小时候关系可是很好的，那个时候你身体不好，宋家丫头可是经常给你送各种滋养补肾的药材的。老不死的，你也说了，那是之前，不是现在。没错，以前宋清许是宋家的独女，是宋家捧在手心里的大小姐，我自然愿意与她交好。但她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她自甘堕落，嫁给了个乞丐。如她那样的贱人，再也不配和我交好。没错，以前宋清许可是我们缺什么就送什么，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围着她转？现在的她呀，就算是给我当狗，我都不愿意。善良是人品，良心是底线。人品以正直为真，心地以善良为贵。你们都是上京大户人家的闺秀，怎可如此恶毒？你一个被丈夫抛弃的老女人，与其有空在这里教育我们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去跪舔你的夫君吧，别到时候跟你女儿一样，被人扫地出门，流落街头。赵爷爷，我们走。站住！站住！我们惹不起，躲还不行吗？你们私自混进皇宫，乃是重罪，谁准许你们说走就走的？我们如何进宫的，和你们没有关系。谁说过我们没关系了？我们既然受陛下邀请进宫，那就有资格替他清理这些闲余杂碎，滚出皇宫。说得不错，太子妃大婚
可不是你们可以玷污的。若是太子妃知晓我们这般为她考虑的心思，说不定还重重有赏呢。听说太子妃呀，很是平易近人，说不定会因此跟咱们结成闺中密友呢。你们根本不配当太子妃的朋友。我们不配？难道宋清许配？你就别抬举宋清许，像他那样的货色，怎么跟太子妃相提并论？你们来人了！这里有人私自闯入皇宫，就是他们两个，意图毁坏太子妃大婚。你是？他们肯定是打算在皇宫里面偷东西的。没错，看他们那个穷酸样，一看上去就是活不起的下贱东西。我真的是被人请进来的。既然你是被人请进来的，那你的请帖呢？我没有请帖，是人到我家接我的。我看你分明就是拿不出帖子在这里说谎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还别人从宫里把你接进来，你个卖糖饼的老东西，还真把自己当成皇亲国戚了。赶紧把这两个人撵出去，真是看着就让人反胃。这是糖饼，谁让你把狗食带进宫的？这不是狗吃的，宋家丫头爱吃的红糖馅饼，我特意给她带来的。给宋清喜吃的，跟给狗吃的有什么区别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有那么多老百姓吃不起饭，你怎么能那么糟蹋粮食？我就喜欢糟蹋，管得着吗？老女人，你快闭上嘴巴，把这里的空气都不熏臭了。带走。我女儿是太子妃，你们不能赶我们走。你说宋清许是太子妃？别听这个疯婆娘在这里胡说。当初可是我表姐亲口告诉我的，宋清许嫁给了个乞丐，怎么可能会是太子妃？如果宋清许真是太子妃，不会让他娘偷偷溜进宫偷东西了。就是，说话之前也不撒泼尿照照镜子。我女儿确实要嫁给乞丐，但是她……大家都来听听，这可是她自己亲口承认的，她的女儿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子妃，就是个乞丐婆。你说你没偷东西，你身上的首饰是哪儿来的？这不是偷的，这是我。这金手镯是宫里面才有的料子，你说你没偷东西，这是哪儿来的？这是我的东西，你还给我！大家看啊，这可是人赃并获！这个老女人，你还偷了什么东西？最后一并交出来！我说了，我没有偷！还敢狡辩？当我自己搜！你也去帮忙，看看宋清许这个下贱的母亲，还偷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！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呐！别在那儿倚老卖老，是你们先偷东西。想当年，一并横行，是我女儿爱家爱护的给你们送药，我女儿那么真心真意的对你们，你们怎么能忘恩负义？你们的良心呢？别跟他废话，赶紧把他们带走吧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！母亲，太子妃，真的是太子妃。我没事。你们要带我母亲去哪里？宋家丫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家快看看，这不是嫁给乞丐的乞丐婆宋清许吗？我嫁给谁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宋清许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今天可是太子妃大喜的日子，你带着你这个疯娘进宫也就算了，还穿成这样，是打算给谁看？宋清许，你不是已经嫁给那个乞丐了吗？难不成是那个乞丐把你给休了？你迫不得已逃来宫中勾搭其他男人？你们给我嘴巴放干净点！怎么，当我们说对了，你恼羞成怒了？说起来，今日进宫的官员，我算认识不少。不如我给你介绍几个。就你这德行，虽然当不了正妻，给上了年纪的官员当个通房还是可以的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如果当初不是你非要嫁给一个乞丐，现在也不至于给跟你爹一样的老男人当妾。
别碰我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侍卫把你和你这个疯娘一起撵出宫去？撵我出宫？你猜他们敢不敢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就是个嫁给乞丐的烂物。这些可是皇宫里的御林军，你有什么资格在他们面前放肆？这里可是皇宫，你以为是你要饭的菜市场，还敢在这里说大话？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该不会疯变会遗传吧？宋清许不会跟他娘一样都疯了吧？赶紧把他们带走！真是跟他们待在一起，我都觉得丢脸。宋清许，以后见到我们记得离我们远一点，我们可不想被别人知道认识你这种不要脸的东西。宋清许，我记得你和我家的狗一样爱吃糖饼，不如你现在跪在地上学几声狗叫，如果你学得像，我帮你说说情，让侍卫们高抬贵手放你一马，如何？求？你猜是我求你，还是你们求我？我们确实要求你，求你快点滚！拿下！为什么被抓的是我？我们明明是被邀请进宫的。宋清许才是那个闯入皇宫的贱人，你们应该抓他！放肆！掌嘴！宋家丫头，这到底是……让您受惊了。其实今日是我要嫁与太子。哦，是真的呀！哎，太好了，好人有好报呀！停！报告太子妃，可否将这群人全都撵出宫？不管如何，他们都是父皇下帖子请进皇宫里的，要是我贸然将他们赶出去，便是对父皇的大不敬。不用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为什么打我们？不是应该把宋清许给撵走吗？那些侍卫好像很怕宋清许，对他们也很是敬畏。难道宋清许真的是？看，分明是宋清许跟刚才那个侍卫有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刚明明看见宋清许跟那个侍卫私传信物。宋清许好像还很怕被别人知道，将玉佩藏在袖子里。原来是这样。宋清许真是太不要脸了，都已经嫁给乞丐了，还跟其他男人有染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干什么？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反正你本身就是个卖肉的。你再说一遍。宋清许，刚刚你让你姘头羞辱我们的那个骚劲儿呢？现在装什么无辜？若我真的有心要羞辱你，你们就不会在这里，好自为之吧。你吓唬谁呢？你不就是爬上了侍卫的床？一个靠着卖肉立足的，有什么好耀武扬威的？该不会还真把自己当做太子妃了吧？你闭嘴！你少在这污蔑我女儿！老贱人，该闭嘴的是你！母亲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刚刚让我们那么丢人，你以为这件事情就完了？那是你们自找的，我们可没你那么贱，滚完了乞丐的床榻，又爬上了侍卫的床，我们日后可都是要嫁给达官显贵当正妻的，简直不可理喻！还在装？那我就把你的衣服一件一件的扒下来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身上的糟肉！不要！你们放开我女儿！不能这样对待宋家丫头，你们放开她呀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老子的东西！赵爷爷，别担心，我不打紧的。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不要为难宋家丫头，求求你们了！求我们可以啊，跪在地上给我们磕头。我磕呀！
他们。宋家丫头，你对我的恩情我永远记在心里。我的膝盖不值钱，可这个不打紧的。都是奴才不好，养了这么一个眼下姓盲的狗东西，冲撞了太子妃，还望殿下您责罚。罢了，此事也不能全怪你。既然清许已经不追究你了，那此事就算过去了。父皇那边，姑也不会说。多谢殿下，多谢殿下。时辰不早，你与姑一同去接清许，前往大殿。是。看见了吗？这才是求人的姿态。你们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随意践踏别人的自尊，把别人踩进泥土里，并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厉害，而是因为你们从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。没办法，你没有那个命，但我就是有钱有势的。权势确实能摆平一切，但却摆不平你们的精魂。少在这里教育我们！说来说去，你自己还不就是个妓女，陪玩乞丐陪侍卫。要我说，你还不如直接去妓院里面卖。你这是污蔑呀！你自己的女儿下贱，还不让人说了？母亲，我女儿从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，你不能这么说她。你给我闭嘴！闭嘴！闭嘴！你们放开他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大喜的日子过没事。老贱人皮还挺厚，打成这样都没事。老不死的，没看见我鞋都脏了，还不赶紧过来把我的鞋给我舔干净！我擦呀！只要你们不为难宋家丫头，叫我做什么都行啊！我是为了顾全大局才将你们留在这里。既然你们这么不知好歹、愈发猖狂，那我也没有必要留什么情面。来人！还想让你的姘头过来羞辱我们，你做梦！宋清许，我们好歹跟你认识一场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我们？他就是个贱人，就得好好教训。就是，现在离册封大典还有好一会儿，咱们得好好收拾收拾。没错，跟这种贱人没什么好讲情面的。贱人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还敢跟我们作对？你的下子还早！我要是你，就赶紧找个地方就钻进去。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应该谢谢我们，还愿意教你做人。不要！今日这个天气啊！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！怎么了，陛下？朕好像听见……啊，算了，应该是朕听错了。哎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也配惊扰陛下和皇后娘娘？我知道了，你惊动陛下和皇后娘娘，是想让我们跟你一起受罚，对不对？宋清许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们这样对我，还说我恶毒？你们这么欺辱我女儿，难道就不许我女儿找陛下做主吗？找陛下做主？哼，凭什么？就凭你女儿是个烂货吗？你可别这么说了，或许他还以为他女儿是太子妃呢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如果宋清许这样的烂人都能当上太子妃，那我立刻去姑子庙把头发剪了当姑子。算我一个，也算我一个。儿臣见过父皇，见过母后。哎，奴才给陛下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你这是要去何处？回父皇的话，册封大典马上开始，
儿臣这就去找清许，一同参加册封大典。册封大典不是儿戏，就快要到吉时了，快去吧。说起来，还不知道太子妃是哪家闺秀呢。能当上太子妃的，一定是知书达理、一派万千的，日后必是我们的典范。要是咱们能有幸结识太子妃，该有多好！要是太子妃能跟咱们成为闺友，那咱们日后再上京，谁还敢给咱们脸色看啊？你好端端，你笑什么？该不会是疯了吧？我笑你们有眼无珠，有目无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在骨子里就是拜高踩低、忘恩负义的小人。像你们这样的货色，太子妃就是瞎，也不会正眼看你们一眼。贱人，你敢诅咒我们？我说的是实话，而且你们最好不要期待见到太子妃，不然你们不会有好下场。他不过就是贪图一时嘴爽罢了，没有必要跟这样的下等货色生气。对付这样的下等坯子，为我们吃饭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让他知道贱的下场。不要啊，雪儿！我这珠钗锋利如笔，只要我轻轻一划，你这张脸就废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给我划，狠狠的划！等到他面目全非的时候，我看他还怎么去男人面前发骚。这样看来，以后宋清许和她乞丐丈夫只能交饭了。宋清许，你应该谢谢我们才是，让你以后只能一心一意的跟着你那个乞丐夫君流落街头，受别人唾弃和唾骂。你们这么欺辱我女儿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们确实后悔，早点没有收拾他，如此他也就没有机会找他的姘头，羞辱我们。宋清许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冷冷清清的样子。以前你是宋家大小姐，但是现在宋家是我表姨后表姐说的算。你明明什么都不是了，为什么还要装出一副前前高高的样子？你既然如此瞧不上，那你困难的时候为何还来求我？不是我警告，而是你这种丢了娃就骂娘的人，从骨子里就透露着自卑和激动。还在嘴硬是吧？宋清许，我劝你现在说点好听的，求求我，不然一会儿你这张脸可就真的毁了。求你，你也配？贱人！清许！不要啊！太子驾到！太子驾到！那就是太子殿下。听闻太子殿下常年征战沙场，没想到竟一点莽夫之气都没有，反倒是温文尔雅，气宇非凡。今日若是能得太子殿下青睐，我宁可减寿10年也好。咱们还待下闺中，就算当不上太子妃，日后也有可能当上太子殿下的妾室或妃嫔。但是像宋清许这贱人，怕是连给太子妃为奴为婢的资格都没有。太子殿下面前还敢窃窃私语，还不闭嘴！这是，哎呀，怎么会搞成这样啊？您没事吧？孔公公有所不知，这个贱人不知廉耻，秽乱宫闱。没错，这种贱人就应该处以重罚才会知错。你们说，谁祸乱宫闱，谁该罚？就是宋清许。没错，就是宋清许这个贱人他。放肆！大胆！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东西，知不知道他是谁？我们当然知道，我们从小就与他认识。知道了你还敢？孔公公，宋清许之前虽然是宋家大小姐，但是现在
她不过就是嫁给了乞丐的乞丐婆而已。没错，最可恨的就是她嫁给了乞丐，还不知羞耻，还与宫中的侍卫勾勾搭搭。你们两个狗东西，简直是胆大包天呐！我早就说过，欺负我女儿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老贱，你给我闭嘴！该闭嘴的是你！你们一群头发长、见识短的狗东西，惹了太子妃，不知错还这么猖狂，你们该当何罪？太子妃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孔公公是大内总管，他说的应该没有错。那岂不是完了？我们都死定了！没想到奴才刚走一会儿，你就受了这么大委屈，奴才罪该万死啊，都是奴才的错。和你没有关系，是他们目中无人，太放肆，简直罪不可恕。不可能的，我表姐不会骗我的。我表姐说你明明跟一个乞丐有了夫妻之实，你还要嫁给那个乞丐。太子殿下乃国之主君，他怎么看上你这个乞丐婆？你这么相信你表姐，要不我送你去见她如何？我表姐来了，她不在宫，在乱葬岗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！我表姐明明已经嫁给了丞相之子。看来你的消息也不怎么灵通嘛。就在3日前，许丞相已经被太子拨官削职，许君木也被太子处死。不可能的，你骗我！你一定在骗我！什么不可能？参见太子殿下。二位平身吧。没事吧？说，谁伤害了清许？不是我们，不是，跟我没关系。是李婉仪，是他出的主意。他早就看不惯太子妃了，在他得知太子妃落魄后，他就联合我们一起去欺负太子妃。没错，今日进宫就是李婉仪处处与太子妃作对。你们胡说！以前宋清许在宋家本就不得宠，加上个疯子的娘，他跟我的地位天差地别，不排斥他也很正常。没错，你跟清许确实天差地别。清许是太子妃，是国母，是未来的6宫之主，而你们这些闺秀，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上京最不缺的，便是你们这样的寄生虫。太子殿下息怒，伤害太子妃在先，让我如何息怒？蛇蝎心肠，心思歹毒，有你在这世间，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。还有你们，同样罪不可恕。来人，将他们拖下去，即刻乱棍打死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恕罪，太子殿下，民女知错了，真的知错了。太子殿下，并非是我有意冒犯太子妃，而是宋清许他根本不配当太子妃，他是在欺骗你。放肆！知不知道污蔑太子妃是什么样下场？我没有污蔑，宋清许他早就跟一个乞丐有了夫妻之实。太子殿下若是不信，可以验明正身。太子殿下明鉴，民女听闻那个乞丐穷酸落魄，游手好闲，也是看中了宋家的家产，才跟宋清许纠缠在一起的。你是说那个乞丐一无是处，烂泥一堆？没错，这个乞丐能有什么本事？要是他真的有本事的话，就不会游手好闲，流浪街头了。民女所言句句属实，恳请太子殿下查证。说的倒是没错，不用查证，因为我认识那个乞丐。太子殿下怎么会认识一个乞丐？我就是那个乞丐。太子殿下战后失踪，多亏太子妃出手，你们这些狗东西是非不分，颠倒黑白，你们该当何罪？看来你们是无话可说了。就算之前是个误会，可侍卫呢？我亲眼所见，宋清许跟一个侍卫眉来眼去，不成信物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错，还在污蔑我。我没污蔑你，我只是害怕太子殿下被你蒙蔽罢了。你为什么揪着我女儿不放？我女儿从来没有得罪过你啊！太子殿下，草民愿为太子妃作证。
太子妃正直善良，清清白白，绝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堪。都跟宋清许是一伙的，自然向着他说话。你既说我与侍卫有染，那便拿出证据来。我当然有证据，那个证据就在你的袖子里。你敢让太子殿下搜身吗？无需搜身，你说的可是这个？看样子你是知道自己瞒不住了。太子殿下请见，宋清许就是个不知检点的贱人。若立此人为太子妃，必定会引起民愤。哦，那你说，我该如何处置他呢？像宋清许这样下贱，就应该凌迟处死。好，来人，在，将他们拖下去，凌迟处死。为什么会是我们？太子殿下，事到如今，难道你还在被宋清许蒙蔽吗？不是我迷惑太子殿下，而是你们自己作死。你胡说！明明都已经证据确凿，太子殿下为什么还要如此包庇你？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！看清楚了，那本就不是什么通奸的信物，那是皇后娘娘上次给太子妃的奉佩。这是皇后娘娘和陛下对太子妃的认可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心是脏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统统带下去，即刻处死！太子殿下饶命！太子殿下饶命！走！太子殿下，别为了不值得的人影响自己的心情。册封大典即将开始，父皇和母后还在着为你下旨册封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宋家之女宋清许，救驾太子有功，特册封为安乐郡主。后念其书慎信诚，勤勉柔顺，性情温良，淑德含章，擢升为太子妃，钦此。